这场 BO7 后续是否会再迎来反转？让我们先从这一局开始看 AG 的赛点，蓝色方、红色方是北京微博，能否在这一局 BP 上拿出东西来？裴擒虎看看 AG 给不给？刚刚一直都在聊的感觉这一把微博大概率要拿老虎。那这把给了 AG 的话是搬了海月和张良，这老虎微博是可以直接拿了。他这个搬杨戬是怕你拿大师加杨戬打老虎太好打了。对。然后大师现在在外面的情况下 ，AG 有可能会拿一个别的百搭的，然后他看情况出大师或者出别的。圆坦。但是先顶强度。微博的话，他这个老虎就必须得拿了。如果直接上一手老虎加蒙恬。对。黄因为狂铁他 AG 也用过了。老虎蒙恬。狂铁、曹操、渲染今天都拿完了，对吧？野河的3个好搭子，狂铁、关羽、蒙恬，两边都出了俩，现在就这个蒙恬露在外面。先出了狄仁杰，防一手 AG 回鲁班大师，震惊长安第一老虎。那这样的话 ，AG 肯定不会拿的。他现在外面的强度英雄还有个沈梦溪。100%胜率的裴擒虎，虽然今天的老朋友出的比较早，但是没有了老朋友，他还有老虎。而且微博跟 AG 这2个队伍都是打对手父子胜率很高的队伍，对，所以 AG 他也不会在这场比赛你在出裴擒虎和狄仁杰的情况之下，他反手给你来一个圆坦加父子。他不会拿，他拿了一手邵思源和沈梦溪。邵思源加沈梦溪配个圆坦，这个中野辅强度 AG 也是顶满了，这个强度有点高。今天 AG 在第一把打完了之后，就是想跟微博做对抗。是的。主要微博这把还不好出火舞啊，你火舞打邵思源圆坦不好打的。西施没出蒙恬，那你这蒙恬拿不到了呀。蒙恬肯定是要被搬掉了。他在这个时候给听乐选择了西施，然后在这次年度总决赛，他们的西施出的那一把是给明拿的。想靠这个西施的控制去破局，这把就是一个挂边，然后放中线。我觉得他是一个同时养边路和打野的英雄。那么在子墨的英雄选择上面，微博应该还会再选一个大哥出来，就是还是想着是因为子墨如果玩蒙恬的话，这把其实他在中后期的能力就会被英雄所限制。是的，所以他还想的是这一局比赛，让暖阳和子墨来扛中后期的大旗。这样的话，他现在在外面的一个站边的情况下，只剩下吃空阵了。那微博他们的班位是敖隐苍加吃叉。四空阵，好看 AG 的最后2手。AG 的话，他选择上应该也是个站边。站边这里其实打四空阵没什么特别好用的了，正常来讲就是出个影。那选影的话还是比较好去给后排直接施压的。对，影打这种呆射还是 OK 的。而且经过了上一局比赛来看的话，微博他其实今天上一局的那个逻辑就是我班位针对大帅，然后游戏内针对渲染，然后这把如果给他选一个影的话，确实在边路抗压上会做得很舒服。是的，就是你过来抓我，好像并没有能够有什么办法把我击杀。是的，我比较难死这个英雄容错率太高了。然后给英诺选择了艾琳，这也是一个强攻射。对，那他艾琳加邵思源，他其实下路也很强。微博的游走位，墨子接 combo 的，然后对线上也是有一定强度的。然后用墨子这个点的话，还能去克制一下沈梦溪。墨子这个英雄从夏季赛到年度总决赛，梦溪就拿过1次。这把 AG 的阵容的强度非常高，很高，顶满了。对。对抗路一个极致的抗压英雄，高容错英雄，然后整个下半图加野区，都是能够直接追着微博打的。是的。站在微博的角度来讲，暖阳的这把的裴擒虎得避其锋芒。对，他这把不能跟对面硬碰硬了，因为这4个确实太强了 ，AG 这4个。
只有一个影是偏打团的。这局的暖阳他得想办法多找经济吃，先发育把经济差拉开。他一定得在自己这个对位上面把经济差拉到1000以上，甚至说更多。然后子墨这个点也是的，这把的微博上野是不能劣势的。是的，前面可能先游龙，对，然后呢中期打团的话就看这个西施的命中率，配合那个狄仁杰的黄牌去打一个团战。只要开得好，那这把还是挺好打的，因为西施打圆坦，圆坦确实挺难受，而且再加上有一个敌人在这里减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影这个英雄他的一个抗压能力是相当强的，所以在老虎如果说去打一个换节奏的情况下，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换了。所以说4分钟的龙团那个点，微博可能会有点难受了，因为你正面龙团可能没那么好接。然后你在边路换节奏的时候，影在一个人单打上又能力很厉害。对，因为你2个人越他也不一定能越得掉。对。就是他能打出之前小洛说的那种效果。是的，就是你一个抗压2个没啥问题。然后你想要过来跟我换一波节奏，我把线一清卡一手，我还不死。然后你另外半途被我突破了。对，就是120分对抗路达成了。对吧？微博的压力会很大。我们以为他们可能一上来就会红色方明牌给你出老虎蒙恬。是的。但是为了防一手，对面的父子出了个狄仁杰，但是在3楼的位置。又来了一个西施，并没有点这手蒙恬，而让蒙恬和老虎这个高胜率、几乎100%胜率的组合拆掉了。主要就是这个西施，那就要看听月这把西施值不值得这个3楼的选位。这么选应该是值得的。关键局看西施，是这句话我好像在哪听过。来吧，究竟在这一局比赛谁能赢？是 AG 拿下这一局。拿下这场 BO7，前往鸟巢，还是微博再扳1分？进入比赛，我是九瓶子，我是子琪，我是黄超。全军出击！这个换线司空震要开始难受了。对，这上路直接压子墨啊！但是下路的话，渲染一个人，渲染无所谓，本身去打都抗压。对，大热镜也去看一眼。暖阳是中开，然后刷红，然后让听月站住右槽口，避免野区被禁被换。暖阳这波就是顺刷了，对，交了个惩把劣质拿掉了。那这样空间之灵的话是看不了。对，这样的话也早到了。对，这样的话就会让施公正他的一个发育就有点难受了，因为他相当于是这一把是要当大哥的。两边对抗路的话，差不多就是每波线都吃不到前排兵。但施公正就像刚才子琪说的，这个定位不太一样。对，因为施公正这个英雄，如果说你经济比较低，他是比较难受的。但是影经济低一点，他团战还是有点画面的。看听月，神不知鬼不觉，悄悄溜到边路来，想埋伏一下。发起进攻，瞄着呢。哎，拿到，拽一下，然后跟控制，上去打一波交出的闪现，但这个老虎跟过来咬了一口。暖阳拿到了一血，击杀掉了一诺，然后继续往塔下冲，让墨子扛塔，老虎再咬一下，然后司空震继续追击，但是暖阳自己扛塔扛得有点伤，西施过来又给了一个拽，哎，原来有大招跳走了，想要再打掉点没成功，塔下减伤保护机制还是太狠了。是的，这波西施挂边是一下子就打出奇效，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刚刚也看到了听月的第一视角，他在这个位置一直拖着视野，一直瞄着一诺。对，还有那个系统自带的那个固定视野镜头的那个按键。这样西施密室的情况下，会给他们的双边造成很大的压力了。关键选手打野位还是打野位。中义和暖阳这一把的话就不是野和对位了，这把是暖阳的培心虎对中义的圆坦。
谁哪边高经济，对面都不好打。就如果你让圆坦肥起来了，他就跟野区横着走了那。个城墙你 A 不动他。你让老虎要是肥起来了，你对面一块铁板都没有，全是脆皮。试着毁灭我吧，或者被我。但是上路这一波打完啊，虽然没有能够对中艺进行击杀，不过暖阳的经济起得非常快。因为中线的话，暖阳是可以一直吃的，然后他自己会利用老虎特性多反小野。这波过来拽轩辕，轩辕开大招，容错率太高了，这英雄。对的，这样的话，4分钟龙团微博可以去碰一碰了，也没大招了。轩辕这波就纯跑掉的，对，开了个大招。对，其实主动取消了一下传送，怕被圆坛顶一下。主宰暴君降临。这一波是没让司空震过来，司空震被打出了大招，但他也知道轩辕没大，所以直接起脸打招，你打不过我。轩辕的闪现被 A 了出来，西施过来一个吊走位躲开，但是二技能最后爆掉了轩辕。哇，听月，你这么说，这3手西施真太值太值了。没问题。因为我太了解老林了，当他选出来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很好的效果的。主要你这手西施你拿出来，他这一次年度总决赛听月的西施是一次都没出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微博的老虎蒙恬胜率高，对100%胜率，蒙恬6战6胜，老虎8战8胜，他拿蒙恬不拿，选了个西施，他还在藏，还在藏。这种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平常在训练里面有专门的去选择嘛，他们自己最了解自己嘛。而且他之前藏到什么地步了？明上来玩了把西施，然后就再也没玩过了，过身了。过身了。现在这种局势的话，就是圆坦的他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其实，在1比3的情况之下，也必须把这些牌儿用出来。是的，你不用没得用了，用不了了。听月今天的整体发挥都是相当出色，在这次年度总决赛的发挥，听月都是相当出色的。他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深刻印象的英雄。除了这一局西施之外的话，还有他的小乔、他的安琪拉、他的女娲，等等等等，包括他的沈梦溪。是的。其实，在今天打之前的话，听月是他们队伍里面在这次年度里拿 MVP 次数最多的。而且今天长生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次年度总决赛评分全位置第1，听月是第2，中路第2。所以在数据层面来看的话，两个人差距不大，非常近。那中路就是这次年度王剑王的一个对决啊。王剑王。现在微博就是利用施公正跟老虎一直在优 AG 的一个边线。对，现在看老虎这个经济已经是有点很高了，超圆坦1500了。是的。但前面听月的这个节奏已经帮助微博的双边打得非常舒服了。2个大哥全部养肥了啊！4300的司空震，5700的裴擒虎，打野现在差距有点太大了，这个经济差。现在这种时候，如果说西施掉到圆坦接狄仁杰的黄牌，是有概率直接杀掉的。艾琳交了一套技能没有消耗到，这个时候 AG 有点难受了，双边线都不好带。在红后遇到了个裴擒虎，大帅的闪现和状态全被打掉了。现在微博有点想在关笼子了，我老虎跟施公正拼命的带双边线给你们压力。然后中路3个能进能退，是的。其实拉到狄仁杰过来，黄牌接墨子的大闪，控死了中艺，下2就能直接拔掉。而且这波微博还能接着断个线，然后控个红 buff， 再转推中塔。是的，因为现在圆坦他根本扛不住。圆坦倒着的情况之下，影在上路一漏，中路沈梦溪也很难守。是的。西施来了，从侧边这么看到，直接过去吊，但是在草里提前蹲服了一个一诺开启全技能，直接秒掉了听月。然后在正面，司空震想去留墨子，这方没有中，但大帅这个位置阵亡跟听月进行了个1换1的。
这波听月的想法就是要直接我绕一个你想不到的位置去把这个塔下想守的人给开了，来打一波强推塔的节奏。但是一诺非常老练，直接蹲在那个地方，看到你过来，第一时间交一大，把听月给秒了。 8分钟，这个暴君微博也是能够稳稳拿下，后面可以继续策划下一波对 AG 红 buff 野区发起的进攻。然后这一波红区的话，再尝试拿完了之后去拔一下中医。对，刚刚那个中医塔被 AG 用这种方式给守了下来。这也确实是听月他们压根就没有注意那个槽里有没有人，我估计他压根就没想，他没想。站在他的视角来看的话，他想的在他视角，你应该全都在塔下。对，是的，应该不敢守这一波的。 就你最多也就放一个沈梦溪在这个地方，你艾琳过来的话，你就要被我逼闪的。但他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蹲了一个艾琳。这波红区，哎，西施掉过了。影在侧边盯着，但是终于这波进去跟队友一起集火掉了暖阳，把最高经济点的裴金虎给击杀了，打退了微博。 退晚了，这波因为暖阳在前面一波已经被消耗到半血了，然后当时西施那个一技能又直接出手掉过之后，微博第一时间的判断应该是立马走，而在退晚的时候直接是被大帅的少司源定身上去强开，是的，你被少司源如果开到的话，那接下来中医的圆坦砸上去这个连控裴金虎是动弹不得的，对的，他这个野辅的控制链，不说控你几秒吧，2、3秒应该没什么问题，没啥问题。 这波对老虎的击杀是让 AG 缓解了一下他们友谊路线的压力，然后也把经济给追了很多。获得强化，炮车出击，闪现过来没吊到大帅，想吊这个没闪的少司源，距离短了一点。RA 龙速度很快，把瑶草的人挤走，龙被微博拿到。AG 也清楚的知道这条龙他们争不得。 虽然总经济差比较接近，但是暖阳的裴金虎的经济还是太高了。他比对面打野高了整整3000了。下了上去 A 一下，迎回头反打，但是这招技能主要挂兵线，要留人，想慢一手，开分狼挤过来，四宫阵开大招，然后等到队友跟过来，但是这一波上去之后没有能够秒掉子墨，引开大招还是没有能够受到残血的四宫阵。 啊，这 AG 的决策啊，他这种奔狼冲得太快了。这是经济差，没这个经济差的话就杀了。是的，他们这一波也很果断，然后把自己的红也守下来了。那逆风的处理上，刚刚微博就是想的我截一波下路的高地前线。 是的，顺便看情况打一波引的状态。其实那种情况下，最好是有一个墨子看情况盯一下，稍微盯一下视野。对，把红区的位置稍微盯一下。对，稍微盯一下，这样的话开奔狼第一时间他能打断，且对面还不好开到他。这也就是四宫阵，当你换个边，那就没了。对，很危险的。而且这个时候微博感觉不用太着急，利用他的一个带线优势，慢慢的去扯对面。 微博这下可以先过至一个中线，然后再拉扯。子墨已经去带了。AG 这边的话，他们就得急了，他们得赶紧的下龙血去逼对面过来打，要不然这个中路的2塔你就没法保。是的，在侧边已经给压力了，大招先开了出来，一技能拉回到队友的身边，开了反甲。这我感觉子墨有点急啊。对啊，这波他急了，他想清完线直接绕后，然后让正面4个队友压上去跟他打波配合。但是你这个阵容其实不是那么好压的，变成了 AG 的一波冲锋，但是也被微博拉开了距离。 AG 把视野给抢下来了，把微博的全部赶回野区。暖阳的裴金虎这时候在下边路露了头，这是要去偷高地了。那 AG 得快点把这个主宰给 RA 了。RA 龙，然后放兵线，放龙下，对，清掉了，保住了下路高地塔。然后这时候四宫阵西施也落位，把红区位置站住，给个一技能拽一下，但是好像后续没有人可以跟控制，队友有点远。对。
就 AG 现在在逆风的情况之下，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微博他们要做到的是不要急，千万不要急。像刚刚子琪教练说的一样，微博是可以拉扯 AG 的，他这时候又是4公刃陪金虎。对，那个时候他只要等对面慢慢的搞就好了。啊、跟 AG 抱在一起，围着龙兵开始推上路。2塔推完，龙兵带到了高地。AG 如果说正面抱起来，把你们压进去，把微博这边压进去的话，就有点舒服了。嗯。一诺是出的法球，然后补了一个法穿棒，因为艾琳这个英雄他是全能穿透。是的。啊，对面这个出装上面又是魔抗比较高的。开本狼又想冲，这波粘上去，但龙跳的有点远。4公阵过来，一个人追着3个 A， 上去一波，先收掉了一诺，还在打，引开大招。4公阵一劲的往回退，跟队友一直在反击火。中一看半天还是阵亡。这是 AG 的一波主动冲击，但是被暖阳的裴金虎拉扯了开来。然后子墨的4公阵找到了机会。对，就这个画面是微博的样子。是的。就那波蓝区的话，就不应该那么打，因为你的正面比较难去支撑。是，这一波就相当于是大帅想去留一个老虎，给了一个机会没留住，然后刚好子墨看到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对。当然破军。微博拔了下路高地，中路兵线也进来了。你这波不敢出去守这个兵线，让沈梦溪炸雷，但是还是守不住。中路的高地也失守。微博想要继续拔上路高地，想要破3高。再等后续一波线。微博也清楚他不能跟 AG 再拖了。渲染现在还差1件装备就神装了，一诺还差半件神装。这个上高还是挺好推的，其实给个技能压一下就可以。3高全破，中路的位置先动手上去打子墨，子墨这个位置开大招，开反甲往回退，一技能拉扯换复活甲，复活甲被打出来，墨子这波你给个大招定一下，但渲染这个位置先倒了，但是冲进去的人也带走了，打出了暖阳的一个复活击杀掉了子墨，艾琳这个位置还在追击，一诺3杀有没有机会拿4杀？还在点，再 A 一下，元丹给波控制，收掉了小麦。所有人追着微博打，也就导致了微博没有人可以管一诺。而且这波 AG 的团战阵型很好，中艺这个圆坦，他真的像个钢板一样冲到微博的人群里面，又把控制打足，又把伤害全吃，然后一诺就在中艺的身后疯狂输出。对，因为刚刚那种情况就属于他圆坦在正面的话容易被稀释掉，那他只能配合一个引去侧面去找4公阵的机会。这样 AG 虽然说被迫3高，但是他们拿到这条暗影主宰之后，就可以缓解兵线压力。这个局势可以往外打了，再次翻转了。现在的经济上 ，AG 已经完成了反超，并且在装备上也都拖到了 AG 该神装的神装了。在现在这种局面上，就是两边的阵容都有博弈点，就看谁的团队决策以及选手的个人发挥。或者最终打得更好，或者说的简单一点，谁团的更厉害，对吧？是，比的就是团队性了。如果说是 AG 这边开个奔狼先开到，那他们的团战就会更厉害。如果说是微博这边西施先掉，先打一套，然后再扯一下，那可能就微博会更厉害。感觉看谁的先手了。而且越到这种时候，其实对听乐考验挺大的。他前期是非常敢闪现直接上去开的，但到了这种局面上，不知道他还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是的，用闪现上去调一波，开个好团。不过微博最好还是先去利用兵线吧。但现在放在微博面前的就是中艺的这个盾和一诺的这柄剑，是的，他们该怎么去处理掉？他们必须要把这2个人给他处理掉，要不然打不了。而且目前渲染给到后排的压力也逐渐起来了，他也已经神装了，停在旁边，把4公阵给顶走。
老虎也找不到比较好的角度。我现在纯看西施，哎，被袁谭找到机会，是的，裴林我直接被秒掉了。一诺无坚不摧，综艺又再一次控到了暖阳。他看裴金虎在侧边看位置，给一个一技能掉到了一个哨子烟，距离太远了，袁谭直接往前顶，不给任何机会。艾琳破掉了上路高地，司空刃在自己的中路高地开大招，但是中路高地下也变成个塔皮，影冲进去把人给赶走，下路护着龙兵进到了高地处 ，AG 被迫3高反推微博。微博的3个高地也被破掉，是的，袁谭砸进去，想护着龙兵进去，龙兵被清掉，但中路还有一波兵线进来，把梦溪带走之后，直接破水晶，最后一下拔掉鸟巢 ，AG 来了，恭喜